一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下水救援时，被头顶喷涌而出的碎石当场掩埋。就在气瓶即将耗尽时，他却侥幸生还。雅各布井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，直径约4米，深7米。乍一看就是村口的小水井，实际它是当地塞浦拉斯溪的源头，地下泉水丰沛，常年不竭。上世纪30年代，当地人曾试图把废旧的热水器切开，倒扣在身上，头部嵌一片透明的鱼母片当观察窗，岸上再用打气筒通过橡胶软管往里送气。他们就裹着这身土法潜水服钻进泉眼，最深下到过7米。数十年后，各种水下呼吸装置陆续问世，潜水的门槛骤降，人们重新涌向这口深井。但至今已有12人命丧其中。直到专业潜水员下至深处，人们才第一次看清，这不是一座水下迷宫，而是一个层叠交错的死亡陷阱。它深达42米，通道总长接近2公里，整个洞穴穿越了3种完全不同的地质，最上层厚约23米，布满各种垂直的断层裂缝，雨水和地下水就是通过这些缝隙渗入洞道。中层只有薄薄9米，但全是水流冲击下来的碎石岩屑，一触即溃。最下层厚约12米，岩石重新变得致密坚硬，是地下水的主要汇集区。从地表的水井潜下去，会依次经过4个洞室。第一洞室几乎垂直向下，阳光从水面斜照进来，能看见游动的鱼虾，附着在岩壁上的水草。第二洞室分叉较多，尤其是这2道一真一假的烟囱，看起来像是通往井外的出口，实则却是一个致命的陷阱。第3洞室看似普通，但底部沉积了一层厚厚的碎石和淤泥，脚一沾地，整个空间瞬间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浑浊。潜水员到了这里，必须给浮力装置充气，让自己悬浮起来，贴着洞顶滑过去。通往第4洞室的入口是一段极其狭窄的通道，顶部沉积了大量锋利的碎石，哪怕只是轻轻蹭一下，都可能引发塌方。第4洞室之后还有一个更深的第5洞室，尽头是一片未知的黑暗。1979年9月9日夜里11点半，一支20多人的潜水队抵达雅各布井，开始扎营睡觉，准备第2天再下水。但肯特·莫平和好友马克·布拉希尔以及潜伴乔·莫耶却心痒难耐，一头就扎进了泉眼里。肯特虽然才20岁，但从12岁起就开始接触水肺潜水，如今已经是一名获得认证的潜水教练。好友马克的资历稍浅，但也潜过不少水，不过他们的经验大多来自海里、湖里这样的开放水域。雅各布井也只来过2次，最深下到过第2洞室，说白了就是2个半吊子。此行他们的装备不能说简陋，是直接没有引导绳，没有备用灯光，也没有放置备用气瓶。3人沿着前人留下的引导绳，从泉眼一路向下，进入了第2洞室。当时恰逢雨季，水流比往常湍急，连推带游，3人很快就到达了第3洞室。第3洞室的地势相对平缓，但湍急的水流加上3人的游动，把底部沉积的碎石和淤泥全搅了起来，整个空间在几秒钟内陷入浑浊，引导绳瞬间脱手消失。正常情况下应该立刻原路返回，但肯特和马克仍然硬着头皮朝着第4洞室游去。入口是一条仅有45厘米宽的通道，根本无法正常前进。之前已有多人命丧于此，但2人却卸下气瓶拖在身后，一点一点倒着挪进去。乔莫耶看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后，先用手电朝他们疯狂闪光，又用工具敲击气瓶发出声响作为提醒，但2人却像着魔一样先后消失在了窄缝里。由于气量不足一半，乔莫耶只好升水返回。临走时，他把备用手电打开，留在洞道入口，希望2人原路返回时能顺着这道光找到方向。乔莫耶上岸后把这事一说，大伙立马就报了警。期间，同行的潜友也尝试下水寻找，有人看见2具尸体被埋在一堆碎石里，可等志愿救援队赶来后，碎石已经把整个通道堵得严严实实。9月10日上午10点，2名志愿潜水员率先下水，试图用小铲子把通道里的碎石一点一点清开，但他们很快发现，这里的岩层沉积多年，已经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。
产1块掉10块，越产越多。无奈之下，救援队负责人唐迪布尔决定亲自下去看看。他曾是海军潜水员，洞潜经验极其丰富。在同伴卡尔文特纳的陪同下，他顺着安全绳先检查了第3洞室的天花板，确认肯特和马克的尸体没有飘到上面。接着便独自一人钻进了那条狭窄的通道。由于通道过于狭窄，唐只能紧紧抓住引导绳，一寸一寸往里挪，一边借着手电的光，在堆积的砾石里摸索2人的痕迹。但仅仅几分钟后，灾难就降临了。一股急流挟着大量沙石从头顶喷涌而出，唐眼前一黑，瞬间被盖一顶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双臂被砾石死死压住，整个人卡在通道里，动弹不得。他既无法掉头，也无法拉动安全绳，甚至连敲击气瓶发出求救信号都做不到。唐拼命挣扎，但越挣扎，呼吸越急促，气瓶里的气体也消耗得越快。历经风浪的一代高手，眼见就要栽在这条阴沟里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身体本能涌起一阵剧烈的抽搐，无意间从碎石中挣脱了出来。而通道外的卡尔文看见通道入口涌出大量泥沙后，立刻一头扎了进去。在浑浊的水里，他摸索着找到了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唐，一把拽住，使劲往外拉，又把自己嘴里的备用呼吸调节器塞了过去。等2人浮出水面后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唐的肚子鼓得像怀胎9月的孕妇。原来在获救的过程中，唐情急之下猛吸了一大口气，不仅吸进了肺里，还把大量空气吞进了胃里。随着他上浮，水压逐渐降低，胃里的气体开始急剧膨胀，最终把胃壁撑破，引发了腹膜炎。唐被紧急送往医院，经过手术才捡回一条命。那条吃人的通道依然横亘在第3和第4洞室之间，后续的打捞断断续续持续了12天，甚至动用了大型的稀泥设备日夜作业，但碎石始终源源不绝，清出来的空间隔几天又被填满。1名工人还被滑塌的砾石压住，险些重蹈唐的覆辙。最终，所有人都接受了一个事实：肯特和马克的遗体已经永远找不回来了。1980年1月，身体痊愈的唐迪布尔带着一支潜水队回到了雅各布井，在通往第4洞室的入口，用钢筋和速干混凝土建了一道栅栏，把雅各布井更深的区域彻底封死。但只过了6个月，栅栏便被人拆了，旁边还留着一块塑料板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“你挡不住我们的。”1989年，潜水员在洞穴深处发现了马克·布拉希尔的大部分遗骸。2000年，1名潜水员在第4洞室的岔洞里发现了2根白骨，再往里有一只严重腐蚀的潜水气瓶，一套早已破败的潜水服，旁边的碎石里半埋着一块头骨，散落着一枚徽章。海王潜水协会，那是帕萨迪纳的潜水俱乐部肯特·莫平的家乡。失踪了整整21年的他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而当年那块金属栅栏究竟是谁拆的？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谁也不清楚。我们只知道，截止2016年，已经有12个人永远留在了雅各布井下。